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勾这个手机包，小熊和小兔的手机包，它们两个手机包的主体都是一样的，然后配件不一样，配件我们后面会单独另外讲，但是主体的话，大家统一拿线跟着我的视频教程去勾。然后我们粉色款的话它是这个底部是粉色的，除此之外，整个主体都是一样的。就是大家勾蓝色款的，我们就拿蓝色线；勾粉色款，我们就拿粉色线，也就是这一节不一样。首先，我们先从包底开始勾，这个底部这个部分开始勾。我们用的钩针是2.5毫米4号的，我们材料包里面配的双头钩针，大家拿粗的那一边，粗的那一边就是4号，对应2.5毫米。首先，我们先拿这个蓝色线，粉色款的请拿粉色线。我们先来勾这一节。我们的拿线方式是这样的，绕过你的无名指，绕过你的食指，捏住，然后这个地方是空线，就你要勾紧一点呢，你就夹住；你要勾松一点，你就松一点，然后让线可以跟着带进来。首先，我们要先起的是15+2的辫子针，就是17个辫子针。辫子针起法，钩针从下方逆时针绕一圈，捏住交叉处，勾线滑出来，注意是滑出来。我们这个撑上去，然后勾住线滑出来，把线拉紧。这个是辫子针的一个立针，我们要勾17个，绕线滑出来。这个是1，这个就是1个辫子针，然后滑出来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个辫子针。接下来我们要回倒数第3针开始勾长针，倒数第1、倒数第2、倒数第3，这个是倒数第3针。长针的一个勾法，绕线穿过针目，针目倒数第3针的针目就是1根线，戳进去，把线勾出来。这个时候你的线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穿过1、2、2个线圈。绕线穿过3、4、2个线圈，这个就是一个长针。那这个长针的针目是这个地方，我们拿记号扣给它扣一下，特别是新手，这里是第1针针目。这个是我们这一圈勾完之后要引拔的地方，也是下一圈开始的地方，所以这一针很重要，它关系到你的针目是否对得上，针数是否对。然后呢，我们第1针要在这个地方重复勾第2个，就等于说第1针里面我们勾2个长针，同一个地方勾2个。然后接下去中间勾13个不加不减的长针，你看这是第1个，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这一针不算，因为它是一个转弯处，就是一个转弯处，这里我们最后要补成6针，包括我们最后这一针，这里也是要同一个地方勾6针的，然后中间是13个不加不减的长针，从这个开始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
13，我中间勾了13个了。然后如果加上记号扣的这一针，从这里开始数的话是15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辫子针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辫子针，这一个辫子针里面我们要勾6个长针，这一个辫子针里面勾6个。从这最后一个辫子针了，在这里面勾6个，勾着勾着它就转弯转过去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看这边勾了6个，它就直接形成一个半圆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接下来到对面中间这13针不加不减的，我们跟对面一一对应。你看这里跟对面的这一针勾的是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洞里勾的，只是方向不一样。往回勾13个，完了之后就到最后一针了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当你这样撑开的时候，你看一下它是不是一一对应的。如果是的话就没错，如果你这样撑开它有很明显的洞，那说明你漏针了。这一条线头它也是有顺着包进去勾的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去藏线了。但是包进去勾几针之后就可以不管它，最后直接把它剪掉就行了。继续勾，勾完13个。然后我中间是勾完了13个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呢不包括转弯的这6针，中间一一对应勾了13个。接下来我们到最后这一针了，也就是刚开始我们勾2个长针的这个地方，在这里补上4针，1、2、3、4针完了之后，跟记号扣这一针去引拔，引拔直接穿过去，把线勾出来，然后套进去，这样就是一个引拔针。然后记号扣可以取下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勾第2圈。第2圈的话它这个边缘部分是每隔1针加1针。来，我带大家直接来勾。先立1、2，两个辫子针当起立针。第一针勾1个长针，记号扣扣上。第2针勾2个长针，就是同一个针目你勾2个。接下去到中间13针，中间这13针请大家直接勾。那13针勾完，如果从记号扣开始数的话，一共是18。等于说除了第2针是加针勾了2个以外，其他都是一针对应一针。中间13针勾完了，然后这一边是6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里6针的这个区域，对吧？然后这里呢，我们是这样的，长针加针，第一针长针，第2针长针加针，1、2，对吧？一针2针叫1、2，然后接下去再1，接下去再2，就是这6针分成3组，然后呢1、2、1、2、1、2，对吧？你看这6针哦，第一针勾1个，第2针勾2个，第3针勾1个，第4针勾2个，第5针勾1个，第6针勾2个，
这6针就给安排了，它就有一个弧度开始朝上了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。接下来就到了中间13针的地方了。这13针不加不减，请直接勾。然后这一圈勾完，的话是就是整圈勾完，最后还是2组1、2、1、2，跟我们刚开始的这个就形成了3组了。这整圈勾完的话是13加13加18，这整圈勾完是44针。那我先把中间这13针勾完，我来带大家勾另一边转弯处，把那2组花样给补上。这个是很明显的加针位置，对吧？这个不算，中间13针，最后1、2、3、4，最后还剩4针。注意哦，这里是引拔针，它不算1针，这个是引拔针。很多出错的，勾多了就是在这个位置出错的。然后最后4针是长针，长针加针就是1、2，然后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，然后引拔。这一圈44针，勾出来是这个形状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勾一圈的不加不减短针，勾一圈不加不减短针。短针的勾法我给大家示范一下，记号扣取下。立一个变指针当起立针，接下来直接把钩针穿过针目，把线勾出来，2个线圈绕线穿过这2个线圈，这就叫一个短针。记号扣上，这就是一个短针，这一个就叫短针。来，我继续带大家勾，下一针也是第2个短针，3、4、5、6，这样就是一针一针的短针。一针一针的短针往后勾，一共44个短针，勾到这个位置要数对44个，我们再来看视频。然后给它引拔一下，跟我们记号扣的第1针引拔。接下去我们要勾小花边，这个小花边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哦，只勾外半针，就是靠近自己的这半针。先也是立一个变指针当起立针，然后第1针只挑前面半针，靠近自己的这半针，勾第1个短针。你看后面这一根是不动的，后面这一半针是不动的，因为我们一个针目有2根线，然后空一针到下一针，空一针到下一针，勾5个长针。你看也是挑靠近自己的这半针，然后勾5个长针，这是1、2，重复在同一个地方，3、4、5，你看它就顺势转过来了，就形成一个半圆。然后第1针是这一针是第1针哦，大家有
注意能看得出来吧？这是第一针。然后空一针，钩一个短针，接着再空一针，5个长针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空一针，钩短针，全部都是挑半针哦，因为你看后面剩余的半针是这样的，另外这一半我们要去钩包身。然后这一圈呢，请大家直接按这个花样去钩，空一针5长针，空一针短针，空一针5长针。请把这一圈钩完，我们再来看视频。然后钩整齐一点，这个小花边是很可爱的。这一圈钩完了，一共11个花瓣，11个，因为44针，然后每一组是4针，所以就11组。然后记号扣取下，跟记号扣这一针去引拔。引拔完了之后，把线拆开，拉长，剪掉。蓝色的这部分就结束了，里面这个线头也可以剪短一点。这个线头我们先放着，我们到时候最后我们再来处理它，我们暂时先不管。接下来我们要换这个棕色线，这里哦，我们是只钩里面这半针，剩余的这半针我们要钩44个长针，这一圈钩44个长针。我们第一针在这里挑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里有一根竖的线，我们就在它旁边。这里大家挑一下哦，注意看，绕到前面，你看刚好就是第一针，刚好就是我们第一针剩余的那半针，这里。这个地方是第一针，就是我们钩这个第一针短针的这个地方剩余的这半针。这一针挑起，把棕色线当原来的线一样，这样给它勾进来，把后面线头捏住，给它勾进来。这里立1、2、2个辫子针，原地钩第一个长针，因为辫子针不算一针，原地钩第一个长针，这就接上了，然后记号扣给扣上。第二针，下一针这个位置，下一针也是一样的，钩一个长针，再下一针刚好是在这5长针中间了，也一个长针。记住哦，5长针中间这个是第3针，对吧？我们下一步哦，这里有第3针的地方，我们要有做一个连接，所以大家看一下，第3针刚好第3针我们就碰到这个5个长针中间这一针了，然后接下去我们又再钩3个长针，然后又碰到那个中间了，1、2、3，3个长针钩完，你看中间又碰到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就你要有这个意识，说哪一针是中心，1、2、
三针完了之后又碰到这个中心，里面这个线头有包进去勾就包进去勾，没包进去勾我们再来长线，因为你勾的时候你就会顺势给它勾进去了。接下来继续，这一圈一共44个长针，不加不减的，只挑半针，然后给它勾完，勾完之后我们再来看视频。这边一整圈勾完了，如果大家勾到最后这里哦，你看这里其实你分不清说这里还要不要勾，这里还要不要勾的时候呢，你就去数针数，整圈如果是44针就打住了，这里就不是针目了。还有另一个就是另一个检查的方法，就是倒数第二针是刚好对得上这5个长针，倒数第二针对上这5个长针，那这也是对的，然后跟第一针去引拔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数一下针数，44针才是对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勾一圈短针，但是这圈短针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要连这个花边一起翻上去勾一针。先立一个辫子针，然后第一针勾一个短针，记号扣扣上。第二针一个短针，第三针也一个短针。你看第三针刚好是在这个花瓣中心点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挑这个长针的第3个，1、2、3，长针第3针是这一针，对吧？来，我拿根1、2、3，长针第3针是这个针目后面这一根线，它不是针目，是针目后面的一根这个线，就像这种这一根这种，就挑后面的这一根线，挑这一根线，来，我带大家勾一下，这根线就从这个方向挑进去，然后我已经挑上了，加上这个针目一起勾，勾一个短针，你看，这样它就这个花边就给拉上来了。然后中间是3个，接下去勾1、2、3，你看又到这个花边了，花边中心点了，对吧？下一针就是这个小花瓣中心点，一样的，再挑第3针后面1、2、3，第3针后面这一根线，去连着针目一起勾一个短针。每一个花瓣都要给它这样勾上来。还有另一个办法，就是如果你不想这样去勾的话哦，我们这一个的目的是要让这个花边呢能够被拉上来，形状更好看。如果你不想要这样勾，那你就到时候用胶涂一下贴住，涂一下贴住，就另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这样。但是既然我们勾能去实现的话，那就直接勾一下，省得一直去贴那个胶。因为勾一下的话，可能还是比贴胶更方便的。你如果会勾的话，你如果勾来勾去，觉得说我也找不准，然后又麻烦，对你来说贴胶更容易的话，那你就去贴胶也一样，就达到了这个把这个花边往上翻的一个目的就行了。然后请大家把这一圈44个短针，然后每个小花瓣都要给它勾上去。这边勾到最后一个，你看倒数第2针的话哦，就是勾这个中心点的，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短针，
最后这个短针勾完了之后就44针，大家可以去数一下，验证一下是不是。数一下44针，然后继续跟记号扣的这一针去引拔，针数一定都是要数的。接下来我们要换白色线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主体花样部分。主体花样的话，勾完这个整个主体就好了。请把白色线接进来，然后这两个线头到时候包进去一起勾一段。1、2，这样就相当于立2个辫子针了。第一针在这个针目里引拔这个针目里勾3个长针，在引拔的这同一个地方就是第一针里，我们同一个地方勾3个长针。第一针是这个，渐渐的也都能认出来了吧？然后后面这个棕色线可以剪断，棕色线剪断压在后面就可以去不管它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中间是空2针，1、2，空2针到第3针正常勾。这边的话，接下去都是正常勾，不分半针了。1、2、3，空2针，1、2、3，就一直这样勾，空2针勾一组，空2针去勾一组，把这一整圈勾完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细节，就是这一圈勾完之后，它变成了45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最后本来间隔都是2针，对吧？这个花样勾到最后刚好是只剩1针，等于说它会多勾1针，就是这一圈白色勾完往后，针目全部变成45针，就多了1针，这个大家不要怀疑，就都是多1针。然后请大家把这个整圈勾完，一共是15组，15组这种三针的，15乘以3， 45针。第一圈的小花样勾完了，接下来下一圈我们是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一圈不加不减短针立针，一圈不加不减，2、3，就是这一圈其实大家都可以直接勾了，第一针记号扣还是给扣上，这样不加不减勾45个短针。接下去哦，大家下一圈大家也要来看一下视频，因为下一圈有涉及到我们第一针长针的一个勾的地方，所以大家不要勾完这一圈直接自己去勾，你会遇到一个问题，所以接下去还是要来看视频的。一圈短针45针勾完，来，我们先跟第一针引拔，然后引拔完我们要过渡到第二针里，第一针引拔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直接再到下一针这里再引拔一次，把它过渡到第二针，然后从这里立2个辫子针，开始勾3个长针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我们它3针是一组嘛，那我们如果在第一针立针，直接在第一针勾的话，花样就有点就是歪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一定是从中间这一针去勾3个长针，所以我们要过渡过来，反正大家就跟着我做，这样它花样才会是齐的。接下来空2针，再勾一组，接下来就正常勾了。就是凡是要勾这个3针的花样的时候呢，就要把针目
给它过渡到第二针，你再去开启这一圈。你看这样的话，它花样才会对齐在中心点。它就是在第二针上勾的，它也在第二针上勾的。你如果不过渡过来的话，你就一直在第一针上勾，然后它就歪了，就一直在歪。所以这个细节部分大家注意一下。然后整个勾完的话，也还是45针，也还是15组，针数没变，只是第一针开始勾的位置变。然后下一圈短针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下一圈短针就正常勾，就正常引拔了，从第一针开始勾，然后到下一圈要勾这个小花样3针小花样的时候，再给它过渡到第二针里面，就跟我们现在这一圈一样，然后其他都一模一样了，其他都一模一样，然后就一直直接勾。我这边的话是勾到的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我这边勾到的是第14圈，就白色部分的14圈，刚好是短针。那像我这样勾是因为，我用的是水果手机，苹果手机最大那个版本。你们也可以比一下自己的手机，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手机比我这个更大。如果你们觉得不够长的话，适当再加一圈这个3个长针，或者再加2圈，就1圈3个长针，1圈短针也可以。中间这个部分就是调节它的一个长度了，调节它的一个长度的。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，我们放手机的时候，其实手机也不一定要齐平，对吧？其实手机你如果哪怕露出来一点点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到时候你在做这个扣的时候，就要注意，做这个扣的时候，这一条也要长一点。就这几个细节部分，然后请大家直接勾。白色部分勾14圈，白色部分勾14圈，或者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增减1到2圈都可以，不要弄勾太多，因为怕线不够。你如果无限加挺多的话，我就会担心线材不够。请大家直接勾，把白色部分勾到14圈。这边呢，整个主体部分14圈，14圈勾好了，然后大家可以跟自己的手机比一下。比如说，当你的手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高出一点点都没关系，或者说你在这个基础上，你再往上加个1排、2排也是可以的。这个按自己的实际情况或自己的喜好。正常你如果说勾得比较紧的话哦，你可能加1排，加1圈。你如果说勾得松垮一点的话，那其实已经够大了。然后这个拉一下、扯一下还是会够长的。高度可以调节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勾中心的部分，这个地方的线头我们拉出来，然后剪断。接着我们要来找中心点，我们弄平整，这个样子平整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往下面的正中间部分往上去对上来，差不多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差不多是中心，就中心，然后偏右一点点，那等于说中心点应该是这2针中间，就直接这样找，无论你是第几针，因为我们有的勾的，有的时候勾着勾着它会稍微有点偏，这个没关系。那我们正前方取4针，1、2、3、4，就大概这4针，我们记号扣给记一下。取正前方中间的4针，1、2、3、4，这4针我们是不勾的，就这4针我们不勾，
你看这4针刚好是在正中间，刚好在中间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勾包带部分，从这里开始，从记号扣不算，记号扣这4针也包含在这4针里面，记号扣这一个不算。把白色线接进来，立一个变指针当起立针，下一针勾一个短针，线头包进去勾，再下一针勾一个中长针，中长针勾法绕线穿过针目勾线出来，绕线穿过这2个线圈，这是一个中长针。接下来我们空一针开始勾花样，这里花样没有对上没关系，空一针开始勾3个长针的花样，1、2、3，线头给它包着勾。接下来是空2针，接下来是空2针勾花样。正常我们是空2针，但是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刚开始，我们空的是1针，空2针，然后继续勾花样，1、2、3。我们这里呢要勾的是四个花样，后面这个线头不管它了，最后可以剪掉。我们现在包这个角落的这个线头，如果你刚好选的这一边是另外一边，就你刚刚如果说没有碰到这个，没关系，另外一边也一样，你就到时候有碰到你就包进去勾，没碰到就没碰到。然后接着也是空2针，这里要注意一下，2针是哪2针？1、2，空2针，再勾。1、2，再空2针。你看我这里勾了4组的小花样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中间这3个地方都是空2针，第一个这里空了1针，接下来我们也是空1针再去勾中长针，空1针勾中长针，空1针勾短针，空1针勾引拔。这个是背带的一边，线头拉长剪断。另一边呢在哪里呢？另一边其实跟这一边的勾法是一样的，然后它的位置呢，我先给大家定位出来，就是这一个引拔的这个地方不算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中间空5针到第6针这里，前面中间空4针，后面的中间空的是5针，这个细节部分大家注意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，我记在了第6针上，这中间1、2、3、4、5，后面空的是5针。然后呢，我再来教大家验证，就是从这个记号扣到前面这个记号扣中间1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从这个记号扣往后到这边这个记号扣往后，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背带另一边的一个背带的位置，跟左边这个勾法是一模一样的。到时候大家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去勾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去勾另一边。接下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第2排。第2排呢，我们也是要先接线。先去接线，我带大家来看一下，这边接线的话我们是从长针这个地方开始，这个长针这个地方开始，
立一个变指针当起立针，然后从下一针开始去钩短针，下一针开始钩短针，1、2、3，线头也包进去钩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线头包进去，钩完了之后整理一下，不管它，后面再剪掉。钩了10个短针了，然后刚好最后一个还是一个长针，对吧？最后的这个长针这里钩个引拔，再把线拉长，剪断。接下来我们再钩下一组，下一排又回到刚开始这个地方，从第一针短针入针，这个是引拔，这个是短针，从这里入针，立针，下一针钩短针，接着开始，我们这里就不钩中长针，空一针开始去钩小花样了，1、2、3、空2针，1、2、3，然后空一针短针，空一针引拔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往上去钩这个背带的细的背带部分了。你看，接下来我们要往上，现在的话开始钩这一排了。这里呢，我们翻过来，我们是要往返钩了。这个从背面开始，从这第一针这边，就是这6个长针的第一个这个位置开始，反过来哦，从里面开始钩，因为接下来往返钩，我们要保证这个3个长针的它在正面。立针，然后第一针原地第一针就开始钩短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短针，这个线头，这线头在后面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给它钩到里面来再剪断。6个短针钩完了之后，我们立3个变指针，1、2、3，翻转过来，然后空一针，空2针，就是第一针针目不钩，第二针不钩，到第3针这里我们钩3个长针，1、2、3，然后再1、2不钩，最后一个钩长针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立一个变指针，翻转回来，钩5个短针，第一针、第二针、第3针、第4针，最后一针我们钩在这个变指针上面，立的这个变指针上，这样边缘平整。你看这一针钩完了，我们这个边缘就平整了。等于说短针是5针，1、2、3，再立3个变指针，翻转过来，一样1、2、3到第3针钩3个长针，然后再空一针，到最后一个针目里去钩长针，然后立针翻转过来，1、2、3、4，第5针钩在变指针上面戳进去，这样边缘也平整。接下去就是继续这样钩，一直往返钩，一排长针花样，一排短针。
这边呢，我的样品勾了120排，就是长针算1排，短针算1排，就从这一排短针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就是1排短针，1排长针，1排短针，1排长针，这样总共算起来是120排。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长度，就是这一条钩的一个长度。然后它是整条钩完到这个地方去跟另外一边连接的。那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高，然后因为我的一个身高是164，然后我勾120排是差不多的。然后我背这个包包的话，我不会给它背的特别长，我喜欢背在那个稍微胯部的这个地方。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也可以在自己身上比一下，然后去勾自己合适的一个长度。就长度增加减少都是挺容易的，大家可以自己操作，它不影响。然后这个大家就直接一直勾一直勾，然后另外一边是勾到这一排短针，这一边这一条呢勾完了之后数清楚，然后呢锁个辫子针剪断，这样，然后另一边的大家自己勾，刚刚我们说的中间18针的去勾。这边另一边我也已经勾好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把这一排的短针给补上，然后我们去连接这一排的一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短针我们直接勾上，立针，然后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接着立一个辫子针，把另一边的捋顺翻下来，一定要整理顺。翻下来完了之后，我们来把这个头围给它接一下。这个接咯，我们是线在后面，然后钩针先穿过这一边第一针，然后我们第一针不勾，到第二针去勾，从下面戳进去，引拔一下，然后接着第二针以及下面的第三针吧，这样应该算第三针，也戳进去，把线勾出来，再引拔一下，然后再继续下一个，一个对一个。这样就接上了，然后再引拔一下，剪断。接下来我们来勾这一圈棕色的短针加辫子针。从这一边开始，这里呢，我们找一个正前方，你如果有哪里，比如说像引拔的地方，如果有明显勾的比较不好的话，那你就给它放在背面。那你如果是就是分不清的话，那就从
随便找一面，然后从右边的这个地方开始，右边的这个地方开始，这上面这个地方，这一排，就这两个长针与辫子针之间的洞，这样。再看一下是这里，这个地方，立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，两个辫子针，这里开始分散，分开了，就是这里合上去钩完了之后，我们是要分开钩前面这一半，然后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再给它合起来钩。然后这里钩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个线头给它包进来钩，然后任意的，就是在这个大概这个地方给它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再两个辫子针，然后拉下来，在差不多的一个地方再给它钩一个短针，线头都给包进去钩，你看，让它有这样一个弧度跟着顺下来，两辫子针一个短针，然后再两个辫子针，再下来一个短针，线头也是包进来，两个辫子针，然后上面的这两个线头不管它，再往下一个短针，两个辫子针，再顺过来一个短针，两个辫子针，然后过来一个短针，两个辫子针顺过来一个短针。这里的一个原则就是让它是有一个弧度的，你看有这样的一个弧度，顺着它的弧度，再两个辫子针，一个短针，两个辫子针。接下来到这个位置，我们跟对面对称，就大概就这个位置，我们也要再准备给它合起来钩了。这里我们合起来钩，然后再两个辫子针，下一组这个洞里面合起来钩，再两个辫子针，下一组这个洞里合起来钩，两个辫子针，短针，两个辫子针，短针对折合起来钩，两个辫子针，然后短针，按这样的方式一直钩，钩到这个位置，钩到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视频，钩到这里我们再来看视频，钩到最后这个两个辫子针，然后引拔一下，拉长剪断。接下来我们要钩另一边，翻过来另一边。这里呢，我们就跟这个地方去引入针，然后立针，一二，然后两个辫子针，去钩一个短针，就直接钩下来，然后再两个辫子针，这些线头都往下拉紧，两个辫子针，短针，两个辫子针，
棕色的这一条就不要再勾了，棕色这一条。短针，2个辫子针，然后白色的之前的那白色2条也不勾了，短针，2个辫子针，短针，跟这个另一边去引拔一下。另外这一边的这个针目，就是第一个合起来勾的这个地方引拔一下，把线剪断，然后我们拉一拉，扯一扯，它会有点卷，就请大家用力的给它拉一拉，拉伸平整就好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些线头都要处理一下，这些线头都在里面哦。然后呢，大家拿出我们的一个胶枪，请大家拿出我们的一个胶棒，就是把这些线全部往中间勾进来，然后剪短，涂胶给它固定住，包括这样的一个线头也都给它往中间勾下来。我们材料包里面哦，大家看一下材料包里面有一个胶棒，然后像这种线剪到这个位置，这种线剪到这种位置，这个线，所有的线都给它剪短一点点，然后用胶去涂一下这些线头，把这些线头给它固定住。我们材料包里面有配的胶棒，请大家用打火机烤一下，跟我这个胶枪的原理是一样的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给它涂一下胶，线头的地方给涂一下胶。下面这根线头我用缝衣针穿过了，然后给它穿在这一些针目里面，穿在这一些针目里面。然后呢，尾巴的部分就是我这个已经穿了1、2针了，你如果穿不了的话也没关系，你往这中间去穿，往这花边中间去穿，然后在这里剪短，涂一下胶，在这个地方剪短，涂一下胶，给它压下来也一样，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勾这个小配件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来勾这个耳朵的部分。环起，我们勾的是环起长针。环起的话，在你的中指上绕圈，勾针，勾线出来，立1、2，两个辫子针当起立针，在这个圈里面勾12个长针。长针勾法跟我们那个包身的是一样的，只是说它勾的入针的地方不一样。然后第1针记号扣扣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
9、10、11、12，拉紧线圈，线圈收紧，跟我们第一针引拔。然后第二圈立2个辫子针，2长针，先勾第一个长针，然后第2个，这边第一针请大家记号扣上，然后第3个勾长针加针，接着第4、第5也是长针，第6长针加针，就2个长针，然后勾1个长针加针。最后一个是长针加针，然后这一圈勾完是16针。接着我们来引拔。接下来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缝合式的钩织，把它对折，立1个辫子针，然后对折完了之后，我们第一针，看这个地方戳进去，折起来勾1个短针，然后空1针，就前面空1针，后面也空针。你看，我们中间前后各空了1针，第2个短针，再空1针，第3个短针，再空1针，第4个短针。这里有个线头，这里是我们刚开始那个线头，可以给它剪到这个的底，把线头的另一节留在中间。第4个短针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跟这个地方引拔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跟这个一样，我们这个线头呢，我们给它戳到中间，给它相当于是给它长线长到中间来。另一边也是。我们2个都一模一样的勾2个，这种一模一样的好多我们勾2个。请大家拿出我们奶黄色的线，我们要来勾鼻子的部分。我们要起的是4个辫子针，1、2、3、4，回到倒数第3针，1、2、3，倒数第3针开始勾长针。第一针长针勾完了，这边新手宝宝记号扣上，然后下一针里面我们要勾6个长针，
在下一个这个针目里面同时钩6个长针，一个一个的钩，然后边钩它就会边绕过去，那自然的绕过来了。那接着到最后，刚刚我们钩第一个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再补上5个长针，这样跟第一针就合成了6针了。然后一整圈钩完是12针。第一圈我们12针钩完了，然后引拔。接下来我们来钩第2圈，第2圈是12个短针加针，每一个针目你都钩2个短针。首先立1个辫子针当起立针，然后原地开始钩，然后2。这边新手宝宝第一针记号扣记得扣上，因为短针的第一针比较难看得到。有钩织经验的宝宝就不用扣这个记号扣了。然后第2针里面也是2个短针，一直往后钩，每一个针目你都钩2个。第2圈钩完的话，一共是24针短针，一整圈。整个第2圈钩完是这样的，然后这里呢，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隐形的引拔，请大家把这个线拉长，剪断，拿出我们的缝衣针，把这个线头给它穿过，然后在我们这个记号扣这一针穿过去，然后回到我们最后一针中间，然后穿下去，穿到后面去，然后拉紧。这样的话，这你就是一个隐形一点的引拔了，这样它就又衔接上，但是又看不出来了。这个线头我们在后面给它压一下，就是随便的穿一根线进去，然后把这个线头压在下面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把多余的线头剪短一点。这个鼻子的下面部分就做好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另外拿棕色线环起12针中长针，环起也是在手指上绕线，然后立2个辫子针当起立针，1、2，去钩中长针。中长针钩法我们钩包包的时候有用到过。就这样的中长针，我们在这个线圈里钩12个。3、4、5、6，就是这样的线。我们在这个线圈上钩12个，完了之后把中间这个线圈拉紧。它这个线圈没有办法说拉到非常的小，中间这个圈没法拉到小，尽量就好。然后这边我们也是一样的，用隐形引拔的方式，跟我们刚刚那一片奶黄色的鼻子一样。从第一针穿过，拉线出来，
然后到最后一针的中间穿过，往下往后去穿，收紧。一样的，在后面任意找一根线，给它把线头压一下。多余的线头我们给它剪断。你看，这就是鼻子的上片和下片。接下来我们来勾眼睛。眼睛的话，我们是环起6个短针，用我们材料包里面这个5股的深棕色线配件包里面环起6个短针，就在这个线圈里面勾6个短针。线圈拉紧，勾完6个短针完了之后，我们这个也是隐形引拔，就跟刚刚那个鼻子的部分都是一样的。好，这个我们眼睛部分要勾的是2颗，这个大家另一颗也可以直接去勾。然后这里我们跟第一针穿过，然后回到最后一针，中间穿下去到后面。这样一个圆圆的小眼睛就好了。然后后面这个线头，的话，我们也是给它剪短一点点。到时候我们在组装的时候贴上去的时候，把这个胶涂到这个线头这个地方就好了。这样的眼睛我们勾2颗，请大家再勾1颗。接下来我们来勾小苹果。首先我们接下来是6个短针来勾这个小苹果。其实环起这6个短针跟我们眼睛的是一样，只是说它的线颜色不一样，环起都是一个方式。从这个地方勾线出来，然后勾6个短针。有看得懂图纸的宝宝就应该大概也知道这个小苹果要怎么勾了。6个短针，然后把线拉紧，去跟第一针引拔，这个时候针数要数对哦。然后第2圈立一个辫子针当起立针，每个针目里面勾2个短针。第一针，然后第2针，第一针里面我们勾了2个了，然后第2针里面也是2个，等于说6个短针加针。第3针2个，第4针2个，第5针2个，第6针2个。然后引拔，跟第一针去引拔一下，然后这一圈针数12针，大家记得数一下。那接下来我们第3圈是12针不加不减的短针。这边第2圈、第3圈都是12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大家可以直接自己勾，把针数数对。然后到第5圈6个短针减针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视频。这边4圈勾完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减针。首先立一个辫子针当起立针，然后挑第一针靠近自己的这半根线，这半针，然后下一针的靠近自己的半针也挑，勾一个短针，这样就减为1针了。然后第3针挑一下，第4针也挑一下，也勾成一个短针，这样就是一个短针减针了。然后我们要勾6个。
6个短针钩完，然后我们引拔。这时候我们把线拉长，因为我们这个线最后要作为一个缝合使用。剪断，然后这中间我们要填充这同颜色的毛线。这个是本来它的一个线头，我们给它装回去。就大家像我这样拿一个小剪刀去填充是最方便的。然后抓一点这个同颜色毛线，然后用这个剪刀给它塞进去。给它填充饱满一点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缝衣针把这个线用来收口，调每一个针目的靠近自己的这半针，这外半针，一共6针，然后我们就要调6次。收紧，这样就一个球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线头在里面的任意地方穿一下，就是你穿的时候不要穿到太中间，往侧面调一下，就尽量不要去缝到我们中间里面那些线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剪断就好了，这个球就好了。我们拿出青色线，青色线在我们配件包里面，我们要起的是5个辫指针，1、2、3、4、5，回到倒数第2针开始钩4个引拔针，引拔，拉紧一点点，然后第2针引拔一下，一共要钩4个，然后第3、第4，把线拉长一点，剪断。那接下来我们用缝衣针把这个穿到我们小苹果主体上。我们一根一根的穿，因为这个线会粗一点，那我们如果2根一起穿的话就太粗了，不好操作，我们就一根一根的穿。从这一个中心点往下穿，把线往边边去穿。如果你穿到中间的话，它可能会穿到线，就很难去缝，所以我们往旁边一点点，然后轻松的把它拉出来。然后另一边线，我们也同样的给它往刚刚这个地方穿出来，同一个地方。然后这个时候2个一起拉紧，就是拉进来，让它的针目有线进来。你看我使劲的拉，把那个其中的一节针目给它拉到里面，这样是最牢固的。你看，这样是最牢固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些线一根根的往其他地方穿一下，到时候再给它剪断，那它这个线头就藏在里面了。往旁边去穿，2根都一样，都是这个操作。另一根也是一样的操作方法。
然后我们把这线剪断，然后另一边也剪断，把这线头给它塞回去，这样一颗小苹果就好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来钩这个搭扣，棕色的搭扣，请大家拿出这个棕色线。我们要起4个辫子针，钩4个辫子针，回到倒数第2针，开始往回钩短针，3个，第2个，第3个，然后接着立针翻转过来，再钩3个短针，横向的钩3个短针，这个是第2排，然后再立针，再翻转过来，再钩3个短针，这个我们要钩往返钩20排。你看我现在就这样往返钩，像我这样钩，现在我钩了3排了，然后一共要钩20，钩到这么长。然后这个是我已经钩了20排的一个效果，然后给它钩个辫子针，把这个线头给锁住，然后拉长。这个线呢，我们要稍微留长一点点，因为我们要用来缝合，缝在包身上。这样，拉紧一下，那么这个搭扣的带子就钩好了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所有小配件都钩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一个组装。首先我们要在这个小鼻子上面绣出一个倒三角，就是它的一个小鼻头，小熊的一个小鼻头。我们配件包里面有这个深棕色线钩眼睛的这个，我们剪一段，然后从里面拆出其中一根，就这个是5股，我们拆出其中1股，这样拆出来，然后拉出来，然后接着我们穿在那根小铁针上面。我们配件包里面上面有贴着一根小铁针，这样的一个小铁针，然后请大家穿线，我一般穿线是挤进去的，相当于就是挤进去，然后把线头拉出来，这样就很方便。然后打个结，然后接下来跟着我来缝。我们中间这个孔给它压扁一点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入针，横向的缝过来，就一针一针的去缝，直到它就是一段比一段短，往下缝的时候一段比一段短。就一针缝的比一针短，它就会慢慢成为一个倒三角。缝到差不多这个样子，你看，就一针比一针短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接着的两边的话，可以考虑说斜的缝一针，相当于是给它描个边，像这样，两边描个边呢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缝2个弯弯的8字，从这中间缝出来，这个地方缝出来，然后到侧面就是一个8字，有点一个8字打开的一个位置，然后缝下去。
反复的缝个2-3针，就缝2-3次这样。就同一个地方我们反复的缝，就等于说是加粗了，把这个线给它加粗，再缝一次，3针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往外面缝个翘起来的一个弧度，就是你看往这个地方给它再缝一针，这个方向，这样的话它就翘起来，就是那个小熊的一个那个人中到嘴巴一样往上翘的那个弧度。然后另一边也是一样缝，就大家对称着缝另一边就好了。这边另一边我就不给大家示范，就左边这样缝，然后右边也是，对，左边这样，然后右边也是这样对称着缝到另一边，然后也是这样的缝2次。缝完了之后，在后面打个结，然后把线头藏在后面，打个结，然后剪短。到时候我们要给它涂胶，然后贴上去。这个我们是要涂胶贴在这个地方的，还要再靠上一点点的位置。请大家拿出我们材料包里面的胶棒，然后用打火机烤一下，跟我这个胶枪的作用是一样的。然后涂一下胶之后，给它贴到这个位置，朝上一点点。然后贴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要再把这整个给它贴到我们的包包上，在这个位置，注意一下啊，是这一排。然后我们在这下面再涂胶。涂一圈，然后给它贴上。要居中哦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要居中，压一下。然后你这边注意一下，不要透到里面，那个胶不要，如果涂太满了，透到里面就不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把这2颗小眼睛给它贴上，这2个小眼睛是紧挨着这个鼻子的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这2个，你看我这个边缘部分是挨着这个鼻子的，然后是在斜上方的，不能够这样擦开，这样擦开的话可能不够可爱。这个就是距离也是要很重要的。然后我们后面本来是有线头的，然后我们这个线头的话也要用胶给它涂一下。大家可以像我这样拿那个，对，拿这个去涂，就是用那个小缝针扎一下，这样会比较好拿。胶涂在后面，打火机烤一下，然后胶快速的涂到后面去。贴上。另一边也一样，跟它对称。两边贴好的话是这个样子的。接下来我们还2个小耳朵，小耳朵贴在这，那这个就很可爱了。2个小耳朵，你看这个角度，大家要对齐，这个样子。在这个地方涂胶。
然后贴上，注意这个角度，两边都贴好是这样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搭扣的带子缝合上去，用我们那个粗的缝衣针去缝它，因为这个线会比较粗一点点。穿过，然后我们缝的位置是后面的，应该要缝在第2排短针这个位置。对，这样去缝，就是大家来来回回给它缝得牢固一点，缝个2排也行，就是缝牢固一点点就对了。缝完了之后，我们打个结。打结的时候呢，挑一根线，然后这样的话打结就会很牢固。然后接着呢，再把这个线头给它藏一下，藏在这些位置中间，然后再剪断，把线头剪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前面这个线头也藏一下，其实藏的话就是等于说把它缝到针目中间埋进去的那个意思。往中间去穿，然后再往你看这些线头里面穿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上面等一下是要缝磁扣，然后还有贴小苹果的，所以我们线头可以留在这里，到时候涂胶的时候把它涂上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缝磁扣，磁扣用的是我们刚刚缝小鼻子的那个线和针。然后这个磁扣的话，其实大家也可以直接自己缝了，就把四个角4个圈圈给它缝在这里。这个的话是薄的这一片缝在上面，缝在这个搭扣的带子上面，然后4个角都给它各缝个2针就好了。
然后厚的这一片呢缝在下面，这个注意大家注意一下，它不要缝得太下面，要缝得稍上面一点点，缝在这个位置，缝在这个位置的话比较合理。然后它也是一样的，把4个角都各缝2遍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步，我们把这个小苹果给贴在这个位置。小苹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涂胶，再给它摁上去。你看这个地方涂一下胶，把这颗小苹果给它贴上。使劲压下去，这样贴上就好了。然后贴完了之后，这个手机包就做好了。然后到这一步，我们这个可爱的一个小熊的一个手机包就做好了。要拿的是粉色线，起的是14个辫子针，这个起法跟我们包底一样。起14个辫子针完了之后，回倒数第3针开始钩11个长针。第3、第4、第5、
就是往回一直勾到第11个长针，然后等一下最后一个辫子针里面我们要勾3个长针、2个辫子针、3个长针，这几针都是在最后一个辫子针里面勾的。这边我们第11针长针勾到这，然后最后这一个针目里面勾3个长针、2个辫子针、3个长针。2、3，然后2个辫子针，再3个长针，然后就绕过来，我们接着中间的11个长针一一对应去勾。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自己勾了，把这11个长针给勾完，我们再来看视频。这边呢，这边11针也勾好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换成这个棕色线，我们要在外面包一圈短针，从这里接线进来，然后横向的去勾3个短针，直接在这个长针里面勾一个，然后中间辫子针里面勾一个，另外一边线圈拉紧，另外一边的这个辫子针里面也勾一针，然后到第1针这里，我们要在这里勾2个短针，这里勾2个，然后再绕过来。接下去就是1针对应1针的去勾短针，但是那个辫子针里面我们要勾3个短针，就是勾到最上面的这个辫子针里面，我们勾3个，到这里，然后这里面勾3个，1、2、3，然后再把另一边的针目也得给它勾完。然后最后这个里面也是勾2个短针，再去跟第1针一拔，把线拉长一点，剪断，这个线留长一点点，因为我们要给它折到中间来缝合。然后我们后面的这些线头可以给它剪断，上面这一根也可以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拿出缝衣针，然后把中间2个侧面往中间压，然后在这里去缝合，把这个中间2边往中间压，然后给它缝一下，固定一下，缝个2、3针差不多。缝个2、3针下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后面把它这个线头打结，剪断。然后这样的耳朵呢，我们要勾2个，另一个大家也直接勾一模一样的，再勾一个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勾鼻子的部分，鼻子是用粉色线环起7个短针，把线勾出来，立1个辫子针当起立针，然后在这个线圈里面勾7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短针完了之后，把线圈拉紧，然后再把这个线拉长剪断。这里我们要隐形引拔，拿出我们缝衣针，拿出这个缝衣针，然后我们在第一针短针上面的针目穿过，然后到最后一针中间穿下去，然后拉紧。然后我们2个线头呢，在后面我们给它剪短一点，到时候我们涂胶的时候，涂到这个位置，我们这个线头就会粘住了，所以这个不用管。这个是一个小鼻子的部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勾腮红，我们也是用的红色线，粉红色线起的4个辫子针，1、2、3、4，回到倒数第3针开始勾2个中长针。中长针的勾法，绕线穿过针目，勾线出来，绕线穿过这3个线圈，勾2个，这是第2个。然后接着立2个辫子针，跟我们这个辫子针里面引拔一下，然后拉长。然后这2个线头呢，我们到时候也往后压，贴的时候我们到时候贴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后面涂胶就好了。2个，我们这2个大家直接自己勾，腮红我们要勾2个，然后剪断这个线头放后面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勾眼睛的部分，眼睛的是我们配件包里面有个深棕色的五股线，环起6个短针。然后大家如果勾完鼻子，其实这个环起6个短针，然后跟我们鼻子的那个隐形引拔是一样的。就这个眼睛部分，大家可以重复的去勾2颗，环起6个短针，然后线拉紧，然后把这个线拉出来，剪断，然后去隐形引拔。从第一针穿过，到最后一针中间穿过，然后把线拉紧，然后形成一个圆。后面的线头也是压在后面，然后剪短。然后这样的眼睛我们要勾2个。这小眼睛我们勾2个。接下来我们来勾小苹果。首先我们接下来是6个短针来勾这个小苹果。其实环起这6个短针跟我们眼睛的是一样，只是说它的线颜色不一样，环起都是一个方式。
从这个地方勾线出来，然后勾6个短针。有看得懂图纸的宝宝就应该大概也知道这个小苹果要怎么勾了。6个短针，然后把线拉紧，去跟第一针引拔，这个时候针数要数对哦。然后第二圈立一个辫子针当起立针，每个针目里面勾2个短针。第一针，然后第二针，第一针里面我们勾了2个了，然后第二针里面也是2个，等于说6个短针加针。第三针2个，第四针2个，第五针2个，第六针2个，然后引拔，跟第一针去引拔一下，然后这一圈针数12针，大家记得数一下。那接下来我们第3圈是12针不加不减的短针。这边第2圈、第3圈都是12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大家可以直接自己勾，把针数数对，然后到第5圈6个短针减针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视频。这边4圈勾完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减针。首先立一个辫子针当起立针，然后挑第一针靠近自己的这半根线，这半针，然后下一针的靠近自己的半针也挑，勾一个短针，这样就减为1针了。然后第3针挑一下，第4针也挑一下，也勾成一个短针，这样就是一个短针减针了。然后我们要勾6个。6个短针勾完，然后我们引拔。这时候我们把线拉长，因为我们这个线最后要作为一个缝合使用。剪断，然后这中间我们要填充这同颜色的毛线。这个是本来它的一个线头，我们给它装回去。就大家像我这样拿一个小剪刀去填充是最方便的。然后抓一点这个同颜色毛线，然后用这个剪刀给它塞进去。给它填充饱满一点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缝衣针把这个线用来收口，调每一个针目的靠近自己的这半针，这外半针，一共6针，然后我们就要调6次。收紧，这样就一个球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线头在里面的任意地方穿一下，就是你穿的时候不要穿到太中间，往侧面调一下，就尽量不要去缝到我们中间里面那些线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剪断就好了，这个球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拿出青色线，青色线在我们配件包里面，我们要起的是5个辫子针，1、2、3、4、5，回到倒数第2针开始勾4个引拔针，引拔，拉紧一点点，然后第2针引拔一下，一共要勾4个，然后第3、
第4，把线拉长一点，剪断。接下来我们用缝衣针把这个穿到我们小苹果主体上。我们一根一根的穿，因为这个线会粗一点，那我们如果2根一起穿的话就太粗了，不好操作，我们就一根一根的穿。从这一个中心点往下穿，把线往边边去穿。如果你穿到中间的话，它可能会穿到线，就很难去缝，所以我们往旁边一点点，然后轻松的把它拉出来。然后另一边线，我们也同样的给它往刚刚这个地方穿出来，同一个地方。然后这个时候2个一起拉紧，就是拉进来，让它的针目有线进来。你看我使劲的拉，把那个其中的一节针目给它拉到里面，这样是最牢固的。你看，这样是最牢固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些线一根根的往其他地方穿一下，到时候再给它剪断，那它这个线头就藏在里面了。往旁边去穿，2根都一样，都是这个操作。另一根也是一样的操作方法。然后我们把这线剪断，然后另一边也剪断，把这线头给它塞回去。这样一颗。接下来我们来缝一下眼珠子。我们用的线是我们这个棕色五股线，拆出其中一根，这个拆出了其中一股，然后穿到我们的这个小铁针上面去。然后请大家拿出我们的配件包，里面有个小珍珠，然后给它缝在这个眼睛的侧面，就是靠近边缘一点，不要缝在正中间。缝在正中间的话不够灵动，就缝在侧面，缝个2针。然后我给大家示范一个，另一颗大家自己缝，就另一颗眼睛的大家自己缝，缝个2次，然后在后面打个结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绣这个鼻子上面这个 Y 字，这里我们要先绣一个 V 字，这个样子的一个 V， 然后到时候再跟我们包身去绣下面那个 Y 字的下面那一束。然后大家看一下我的入针位置，从这个地方入针，然后下面
绣出来。这个要加粗一下，就是要重复的缝个2、3次，它就会线条会明显一点。然后现在另一边也一样，跟它对称着去绣，然后绣一个 V 字。另外一边也是要绣个2、3次，跟左边一样粗就好。接下来我们要把那个 Y 下面那条竖的线呢，给它绣的连接到这个包包上。再缝个竖的 Y 的下面那一部分。这样缝一个 Y 字，然后这个线头呢，我们缝到背面去。最后的这个线头我们缝到背面去，大家看一下上面其实还是可以活动的。然后这个线头我们剪短，上面我们要涂一下胶，把它贴上去。这个背面请大家涂一下胶，这个地方涂一下胶，把这些线头也给它收进来，然后给它贴上去，贴正，不要歪。然后接下来2个眼睛，我们眼球朝右，然后大概在这个位置。我们这个的话它差不多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底部对着这个鼻子，在同一条横线上，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就抓着这个珍珠来涂胶。接下来我们把这2个腮红给它
贴上去。首先，我们像之前说的，这两个线头呢，我们要给它固定在下面，然后涂一下胶，贴上。这两个腮红呢，我们是贴着跟眼睛的下面部分横向对齐。是这样对齐的，然后另一个也一样，先把这个线头藏在里面。然后接下来这两个耳朵部分呢，我们就贴在这样的位置，稍微侧一边，这个样子，就是眼睛往上，稍往外一点点，在这样的地方涂胶，连这个线头也涂到。然后这个方向，另一边也跟它对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那个搭扣的那个带子给它缝合一下。首先这一条比较长的缝在后面，在这一边上上下下的各缝个1、2排。缝完了之后，把线头打结，然后把线头给它藏到中间去，剪断。接着翻到正面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个扣子，这个搭扣不要缝到太下面，就是到时候我们缝齿扣的位置上面留一个空间。这个线头我们给它藏到这个位置来，因为这里到时候我们会会把那个苹果贴上去。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哦，这一片我们
用这个缝针给它缝到这个位置，就这一片大家直接自己缝。这一片缝在这里，然后另一片对应的缝在这下面这个地方，这样扣上。然后缝完了之后，表面再把那颗小苹果给贴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贴上，像这个一样。这一步大家接下去就自己做了，就磁扣缝在这里，然后小苹果的话，给它用胶给它贴在这个地方。贴在这上面就好了。然后我们这个小兔子的到这一步的话就算是做完了。